You fuck with dirty lingerie, oh, oh, yeah, yea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我平常最爱用的腮红，然后都是一些很适合黄黑皮的腮红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，记得点击关注。我会分享一些关于美妆、时尚还有生活类的视频，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 Instagram， 我会在上面经常分享我的时尚穿搭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黄皮的话，可以看一看你手臂这里的血管是比较偏紫一点的话，你就是冷皮；然后是比较偏墨绿色一点的呢，就是暖皮，然后也是叫黄皮。然后如果你紫色和绿色都有呢，那你就是 neutral的那种 skin tone。然后还有也可以通过你佩戴的首饰来判断，就是如果你平常佩戴银饰比较好看的话呢，那你就是冷皮。然后如果你佩戴金饰比较好看的话呢，那你就是暖皮或者是黄皮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暖皮，所以我一般用的腮红啊、唇膏都是偏橘调的，因为我觉得橘调的会更显气色，所以我推荐的这些腮红呢，都是比较适合暖皮的朋友们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我要推荐的第一款腮红呢，就是我推荐了很多次，然后也是我去年用的最多的这一款 Bobbi Brown 的 Clementine。它是一个很美、很有元气的珊瑚橘调的腮红。我是之前有一次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柜姐，她就是擦的这款腮红，真的超级好看，就感觉她整个人气色非常的好，元气满满的那种感觉。我记得她的肤色其实是比我再深一点的，所以这一款的显色度真的非常的厉害。是因为平常我买腮红太浅的颜色或者是显色度不够的腮红，在我脸上其实是没有什么颜色的，但是这一款就非常的显色，就只需要用刷子轻轻的沾一点点就够了。一般如果我的眼影是比较浓重的话，那我就会选择稍微浅一点的腮红。然后如果是比较日常妆，眼影是比较清淡的话，这种比较显色度高的腮红呢，就会衬得你更加的有气色。所以我平常日常使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颗腮红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美，而且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。然后因为我几乎所有的化妆视频里用的都是这一颗腮红，今天我就不在脸上试给你们看了。我会放我之前的一些片段给你们看，就每次真的只需要用刷子轻轻的沾一点点，它就已经可以很显色了。然后我用的腮红刷呢是 Real Techniques 的400，就是它专门刷腮红的刷子，是那种非常 fluffy 很柔软的那种大刷子。因为这一颗腮红的显色度很高，所以我一般会用比较fluffy 一点的刷子，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在脸上就会太红，像猴屁股一样。然后我平常使用度第二高的腮红呢，其实是我嘴上现在涂的这根唇膏。就是我一般在擦唇膏的时候呢，会稍微的抹多一点点，然后用手指晕开，然后在手指上面多余的唇膏我就会用来点涂在我的脸颊上面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，不需要去想我今天擦的口红要配什么样的腮红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腮红和唇膏的颜色就是很匹配的，然后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也更加的完整。我平常最喜欢涂的就是这一支唇膏，因为它真的很方便，就不需要画唇线，滋润度和显色度也非常的好。像这样，用手指然后把它用手指拍开，
然后因为它是唇膏嘛，不是粉，所以它其实会让你的妆容看起来更加的清透，就非常的适合日常妆。然后随身携带，想要补妆的话也很方便。它是那种带红棕调的颜色，我觉得就很适合黄皮，会显得你特别的有气质，然后很显气色，然后又特别的方便，所以这支我真的强烈推荐。然后第3颗腮红呢是 ColourPop 的 Stop It Super Shock Cheek， 它是一个哑光的土豆泥腮红。然后因为它是这种土豆泥的质地，所以用普通的腮红刷沾取的话，显色度不是很好。我一般会用这种我也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耶，这种 fiber 比较硬一点的腮红刷，然后就这样打圈的状态来沾取它。然后因为它是那种稍微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土豆泥的质地，但是如果你用过 ColourPop 他们家的产品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它是那种刚买回来的时候很湿润，但是呢，如果时间久了的话，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干，然后像现在这样子，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难沾取它的颜色，就这样子。它也是一个稍微带一点橘调的腮红。其实它显色度还是挺好的，我就是稍微上了一点点就已经非常的红了。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颜色，冬天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亮，显得你气色很好，然后元气满满的那种颜色。然后下一个我要推荐的腮红呢，也是 ColourPop 他们家的土豆泥系列，然后色号呢是 Underclassmen， 它和上一个腮红我觉得挺相似的，都是那种带橘调的腮红。然后 Underclassmen 这一颗我觉得跟 Stop It 那一颗，在我的手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色差的，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颜色，都是那种比较橘，然后比较亮一点的颜色，都比较适合夏天。秋冬的话擦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太亮。然后下一款呢是我买了很久的一颗好几年前的一颗网红，它是这个 Milani 的Baked Blush， 色号是02号 Rose d'Oro， 不确定是不是这么念。然后它是那种烘焙的腮红，就是粉会稍微压得比较实。然后它的颜色我觉得其实跟 ColourPop 那2个颜色还蛮像的，但是呢它里面是有带这种金粉的，但是它的金粉是那种比较细腻一点的金粉，就是不会那么的显肤质。而且我发现这一颗呢，在深色皮肤的人脸上的话会特别的好看，是我觉得它上脸没有 ColourPop 那2颗那么的亮眼，然后它会显得更加气质一点点。而且我发现就是它在更深一点肤色的人脸上也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玫瑰金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它本身是带有这种细闪的金粉的，所以也可以节省后续上高光的步骤。然后因为它是这种烘焙的腮红，是那种粉压得很实，所以我一般还是会用就是比较 fluffy 一点的腮红刷来上它。然后就是也是这样子打圈，然后我稍微给你们上一点点看一下，不确定就是能不能看出来。就它是那种带金粉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，就会显得更加有气质一点点吧。我不确定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出来，但是我在就是现实生活中照镜子现在看的话，就是这一块是之前 ColourPop 的那个颜色，然后这里呢是这个 Milani 的那款颜色，就 Milani 的这个会比较玫瑰色一点点，没有那么的亮，而且它是自己自带一个这种小镜子的，
就还蛮方便的。然后下一个我要推荐的呢是 KKW Beauty 的这一颗色号叫 Destiny 的腮红，它是金卡戴珊它出的那个化妆品牌里面的一颗腮红，然后它肉眼看呢是一个比较干燥玫瑰色一点的腮红。我平常就是如果画稍微深一点的眼影的话，我就会用这颗腮红，因为它的显色度不是很高，然后就不会让你的脸太过于喧宾夺主，它就是那种淡淡的玫瑰带一点橘调的玫瑰色。我觉得还挺美的，就是那种很温柔很有女人味的那种颜色，所以我一般画就是比方说比较温柔一点的妆，或者是画烟熏妆啊，需要比较淡一点的腮红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一颗。然后它的颜值也非常的高，它整一个就是这种奶茶色的包装，然后里面也有带一颗小镜子，也是非常方便的一颗腮红。它应该是我所有腮红里面显色度最不高的一颗，但是就还挺有它自己的风格的，就是那种淡淡的很优雅的感觉。然后我一般呢也会用稍微毛比较松一点的那种腮红刷来上它，然后也是打圈的手法，轻轻的沾一点点，然后扫在我现在脸上已经很红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，我这样子扫在我的额头一点点吧，这样，然后扫在下巴扫一点点。ColourPop 那2颗实在是太显色了。但其实我平常打腮红打的也蛮重的，因为我觉得腮红重一点就是显得年轻一点，然后显得有气色一点。然后因为我的脸型是比较长的那种脸型，所以我一般就会横着这样打过来。然后鼻子上面也可以来一点点，就有点类似于晒伤妆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你想的话，其实下巴也可以打一点点，也是有稍微那种晒伤的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作为一个黄皮最爱的腮红系列，你最喜欢哪一颗腮红呢？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其他好看的腮红，也可以在留言评论推荐给我，我们一起互相种草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